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敬请关注。大家好，我是军迷的忠实战友迷彩虎。在一些人眼中，似乎解放军不真刀真枪与外军打上一仗，就不能证明保家卫国的能力。上述这些来自劣质战争神剧的观念，根源在于不了解现代军事训练体系。对一支部队来说，单是收拢展开就相当考验指挥员、战斗员所拥有的素质。因此，单纯的实兵演习，尽管没有实际发射炮弹等火力环节，但也不应该轻视。由于实弹射击存在高度危险性，实兵对抗演习的红蓝双方就不可能用实弹来直接打击彼此的兵力装备，那不叫演习，而叫内战。实兵实弹演习则是在实兵的基础上，参演部队在展开战斗队形后，向设定的靶标进行实弹射击。与很多人想象不同，实弹演习是不能随意开火的，因为现代武器射程都很远，杀伤力都很强，就是射击靶标都要设置有严格的射效，更不能红蓝双方实弹对攻。例如，在陆军兵器中，一束轻武器的 12.7 毫米机枪，其有效射程是1500米。但如果士兵操作时不小心抬高射角的话，它的子弹最远可飞行至5公里开外，对人仍有很强的杀伤力。而现代火炮杀伤力巨大，在演习时，如果步兵在炮兵火力准备尚未结束时就展开冲击，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例如1951年9月，英国莱茵河集团军代号为反突击的演习，就因为步炮协同出现差池，造成20人死亡，110人受伤，5辆坦克被击毁的严重后果。1952年，美国代号长脚牛的演习中，总伤亡竟达到惊人的1123人。现代军队的通信、指挥、组织能力的高度发展，但误伤仍不能完全避免。最早开始模拟未来实战环境的美军，1980年，美军将欧文堡升级为国家级军事训练中心。在训练场区内，整个环境和最严酷的战场毫无二致。无论是复杂的地形、各式工事，还是诸如武器的爆炸、火力效果，用带有催泪剂烟雾模拟的化学武器攻击，乃至于伤员的凄惨喊叫哀嚎、令人作呕的臭肉味、烧焦和残缺不全的尸体等，应有尽有。美军各部队每隔18个月就要到欧文堡进行一次轮训，以感受真实而残酷的战场环境。在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的美军第24装甲师后来曾经感叹，在战场上遭遇的一切都早已在欧文堡中经历过了。美军的第一支数字化部队第4数字化机步师也是在欧文堡中完成探索，最终建设成功的。而我国直到1985年才在南京军区组建了第一个具备模拟外军能力的合同战术中心，但当时的南军还称不上是真正的部队，它只有一个营的编制。经历过台海危机中来自美军武力干涉的刺激之后，军方迫切意识到了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的需要，决定把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装甲训练场扩编成全军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合同战术训练基地。随着我军整体装备水平的提高，我军的蓝军部队的装备水平也水涨船高。朱日和蓝军旅用 96A 换下了 M1A59， 红箭军演的空军假想敌部队也率先换装了歼20，这都表现出高层对于假想敌部队建设的重视。现在朱日和蓝军战斗力爆表，关注迷彩虎微信公众号，回复朱日和了解。正所谓演习是不流血的战争，为了让红蓝双方进行高强度的对抗而又保证安全，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装备器材模拟各种武器的发射和命中效果。目前我军广泛应用的对抗设备有2类，第一类是激光模拟对抗，用于模拟各种视距以内的直射武器射击，而第2类是数据模拟对抗，用于模拟超视距或者视线及直射弹道被地形阻隔情况下的远程武器驱射武器射击。在实际使用中，激光接收部分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器材本身的性能或者可靠性，而是来自于使用者的耍赖行为。比如朱日和基地早年的演习中，有些坦克就很不自觉，明明已经被击毁了，还撒着欢地往前冲击对方阵地。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现在的激光接收装置都和激光发射装置、伤亡提示装置、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的燃油控制装置等联动。一旦被判定阵亡或者被击毁，立刻就会切断激光发射装置的发射功能，然后伤亡提示装置发烟告警。而如果是装甲车辆等动力车辆的话，发动机会被切断供油，只能原地停下，退出战斗。为了杜绝激光模拟对抗中的耍赖行为，数据模拟对抗应运而生。据传，在朱日和早年的对抗演习中，曾经频繁出现两方坦克都躲在山包后面的反斜面不肯露头的盛况。在后来的改进过程中，榴弹炮等驱射武器一旦模拟发射，其发射时包括初速、射角等在内的各种数据就会实时传输回导演部的服务器，然后服务器自动计算其命中范围，彻底消除了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激光模拟、计算机数据模拟逼真地还原了战场。在演习场上，上至一支部队的师长、旅长，下至每一名普通士兵，都如同亲临战场，都可能被打死。所以每支部队、每名官兵都要使尽浑身解数，让自己生存下来，并最终消灭敌人。这样也就实现了军事演习的初衷，不流血的战争。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请点击我的头像，免费订阅迷彩虎讲堂头条号。原创虽不易，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